在日本，有着一种名叫地面师的特殊职业，他们专门挑选那些年代久远、疏忽管理的房屋，接着伪造土地文件，甚至伪造房主，从而完成虚假的交易。而这个名叫哈里森的男人便是其中之一。最近，他们盯上了市中心不远处的一间房屋，由于房主身患癌症，长期住在疗养院里，房屋早已废弃，并且他还没有任何的亲人，这简直是完美的目标。哈里森保守估算了一下，这里至少能值12个小目标，可他却对外报价9亿。消息一经传出，便收到了多家公司的询问，而其中一家刚刚兴起的公司尤为热情，无论如何计算，这个价格都跟白捡无异。很快，假扮律师的后藤便约见了对方，可后藤却先是贬低了一下对方的公司。这一番话顿时将主动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对方的态度立马变得卑微起来，甚至决定将价格加到10个小目标。毕竟他们虽然是小公司，但比大公司更加灵活，款项也能更快到账。眼看对方已经上钩，后藤不再矜持。可就在这时，对方却表示想要先与房主见一面，后藤爽快地答应了对方。可到了见面的日子，后藤却以房东身体不适为由，将见面的时间推到了下周。毕竟多见一次面，也就意味着暴露的风险多了一份。接着后藤准备打开房门，可明明刚换的新锁，他却装出一副难以打开的模样。买家看了一圈，对房子十分满意。可就在这时，后藤却将他拉到一旁，伸手比划着想要点好处。对方立马心领神会，如果不捞点好处，怎么可能将屋子的价格定得如此之低？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后藤的套路。另一边，栗子已经在面试假扮房主的演员了。他们挑选的老人不但要和原房主有些神似，并且没有多少社交，最关键的是，他们都背负着巨额的债务，所以才能更好的控制。很快，哈里森就确定了演员的人选。虽然老人年龄太大，甚至已经有些痴呆了，可哈里斯却觉得这样反而显得更加真实。而在正式交易之前，老人的所有身份信息也已经伪造得天衣无缝，甚至他们在手指上涂抹特殊的涂料，从而改变自己的指纹。毕竟纸上如果没有一个指纹的话，显得并不合理。准备好一切，二人便准备出发前往交易地点。可后藤却在新闻中发现，上次帮他们假扮户主的老人竟然死在了家中。可这个插曲并未引起二人的注意。来到交易现场，而买家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房主。可他不知道的是，眼前有些紧张的老人不过是个演员而已。紧接着，交易安全员表示要再核验一下资料，可后藤却突然表现出一副不满的态度，甚至故意贬低安全员看着有些年轻，经验应该也不太丰富。而老人也在此刻剧烈咳嗽起来。拓海赶忙表示，老人需要回医院，还望交易尽快进行。可对方却不为所动。安全员仔细地核查了资料，却没能找到破绽。于是，安全员拿出2张有些相似的照片，询问老人哪间才是他的房子。始料未及的问题让老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可就在这时，一旁的拓海赶紧将照片拿到了老人的眼前，接着用拇指不停地暗示。可老人却拿起了错误的照片，仔细端详了一番。可紧接着，安全员再次问道：お買い物をされるご自宅の近くのスーパーはどちらですか？这个问题顿时让众人如临大敌。眼看老人面露难色，后藤赶紧将安全员呵斥了一顿，接着又向买家施加压力，责怪对方不尊重自己。お聞かせ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交易只得暂时中断，拓海只得带着老人前往卫生間。可老人一旦离开视线，也就意味着刚刚的问题便失去了意義。可突然，老人停下了脚步，接着竟流畅地回答道：外苑西通りを渡ったところにあるライフへよく行きます。ライフの方が安いので。终于，买家彻底打消了疑虑。随着签字盖章的完成，9个小目标也顺利地打到了哈里森的账上。第二天的庆功宴上，众人还在疑惑老人是怎么回答出那道送命题的。拓海却掏出了一枚无线耳机。今回の獲物は小物ですが、小物は小物なりに殺される直前になると急にあがいたりしますから。原来就在买家请求老人回答问题的时候，拓海将桌上的饮料倒在了老人的裤子上，因此老人才会显得如此惊讶。而在去卫生间的途中，拓海趁机将耳机塞进了老人的耳中，在哈里森的提示下，这才回答出了问题。而拓海今天的表现让哈里森感到十分欣赏，而他也准备将他当成继承人来培养。酒足饭饱后，众人来到了一处工地，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正是不远处的空地。由于中间有一间寺庙，所以至今没有开发。
而这块地的价值甚至超过了100个小目标。就在众人憧憬着别墅靠大海的时候，殊不知警察早已发现了他们的行踪。画面一转，完成任务的老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可就在这时，一辆货车却径直朝他冲了过来。躲闪不及的老人顿时成为了一滩肉泥，而刚刚发生的一切都被哈里森尽收眼底。他们将目标放在了一个寺庙上，而这块地的所有者正是光安寺的住持，女人名叫景川。由于她的丈夫被爆出了多人运动的丑闻，二人随即断了来往。为了躲避媒体的关注，场景几乎在寺庙中闭门不出，并且对外宣称永远都不会出售土地，所以这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哈里森却依旧胸有成竹，他先是安排栗子寻找长相与景川相似的演员，接着让拓海前去监视川井的一举一动，看看是否能抓住漏洞。拓海一连观察了几日，川井每天在寺庙中诵经念佛，似乎并没有异常。这样无聊的日子让小混混心生疑惑，他想要知道拓海是如何成为一名地面师的。而拓海也并没有隐瞞，原来他曾是一名专门接送女技师的司机，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可就在这天，正在楼下等待的拓海接到一通电话，男人让他来到房间。いや、すいませんね。而房间里的男人正是哈里森。原来二人的玩法太过高端，躺在床上的女技师此刻已经没了呼吸，可哈里森没有丝毫惊恐，他给了拓海一大笔封口费，接着表示会有专人前来清理残局。先ほどあなたに電話をする前に、私の知り合いにも連絡をしました。可拓海不为所动，而是来到女技师的身上，为她做起了心肺复苏，却没想女人竟真的恢复了意识。这份临危不惧的勇气让哈里森决定将她收入麾下。很快，竹下也来到了房间里，而他带来了一个消息：经过调查，光安寺每个月都会给川井转一笔巨款，可平时几乎不出寺门的川井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呢？就在二人闲聊之际，小混混却突然有了新的发现，一个从没见过的女人从寺庙中走了出来。拓海瞬间便认出这就是戴上了假发的川井，于是赶忙驱车追了上去。二人一路尾随到了一间高档的酒店，拓海则跟着女人确定了她的房间号码。可就在他准备开隔壁房间的时候，小混混也来到了前台。可在日本，高档酒店不愿接待帮派人员，无奈的拓海只得向黑客场景打去电话。很快，场景便黑入了酒店的系统里，接着帮助拓海打开了房间的大门。拓海仔细窃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脸上却不由得露出一道猥琐的笑容。原来看似清心寡欲的住持，此刻竟在做着多人运动。有了这个秘密，他们距离拿下寺庙又近了一步。另一边，领导为负责地面师案的陈夫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助手，女人名叫仓池，今年刚刚成为搜查2队的一员。与即将退休的陈夫相比，还没有被社会毒打的仓池就显得单纯了许多。眼下他们只知道哈里森曾用过一个叫井上的假名租赁过一间公寓，于是二人准备上门询问最近有没有收到过异常的包裹或是信件。可满脸伤痕的女人却支支吾吾的不愿回答，在男友的催促下赶紧关闭了房门。陈夫准备离去，可正义感爆棚的仓池早已脑补出了一副女人每日遭受家暴的画面，不顾陈夫的劝阻，便再次敲响了对方的房门。石仓将女人死死锁住，直到对方表示投降。可女人却没有丝毫不悦，原来她是专业的综合格斗选手，脸上的伤痕不过是最近比赛留下的。ごめんなさい。いや、でもこっちもごめんなさい。さっき嘘ついてました。原来女人几天前收到过一个陌生人的信件，可里面的内容吓到了她，于是将信件丢到了垃圾桶里。经过一顿翻找，二人终于将它找到了。这封信件来自监狱，而收件人正是拓海。画面一转，开发部的领导正暴怒地训斥着手下。原来他们不久前谈下的一个100亿的地皮，资金也已经从银行借到，却因为房主偷腥被老婆发现，二人突然准备离婚，导致手上的资产暂时无法出售。这下光利息就要损失2个小目标，虽然是外部因素导致的，但领导还是将所有的责任甩在了负责谈判的青柳头上。眼下唯一补救的办法便是在半个月内找到一块同样100亿的土地继续开发。可这在寸土寸金的东京，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深夜，喝完酒的青柳正准备开闸放水，可他却刚好来到了光安寺附近，看着眼前的停车场和大块的空地，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100亿地皮吗？而命运的齿轮也在此刻开始了转动。女人白天是一座寺庙的住持，可每到夜晚，她变成了牛郎店的座上宾。拓海从酒店偷拍下来的视频里发现，平时和川井玩耍的牛郎里有一个名叫风的男人，他是店里的头牌，可为了抬高身价，却每次都故作矜持。显然川井对他迷恋不已。有了这个突破口，拓海决定利用它，在未来计划实施的时候，将川井引出寺庙，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假扮住持的女人与买家完成交易。很快，拓海便找到了场景。身为黑客的他还是一名特技化妆师。下一秒，脸上满是伤疤的拓海来到了牛郎店里，
店长虽然对他百般嫌弃，但拓海态度无比谦卑，并且表示自己正是因为崇拜风，所以才鼓起勇气前来应聘牛郎的。一顿彩虹屁也是让风十分受用，于是决定收下拓海在店里打杂，就当是做善事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作为店里的头牌，风的业务能力果然出色，富婆很快便被他哄得心花怒放，不停地开着香槟。等到工作结束，拓海又成了他的司机，将他送到了一处偏僻的酒店。很快，一个金发男人便将3名还未成年的少女送进了他的房间，而这一切都被拓海尽收眼底。回到家中，看着镜子里渗人的伤疤，拓海顿时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原来他的父亲曾将家里点燃，母亲与妻儿都死在了那场大火中。自此之后的拓海浑浑噩噩，直到遇见了哈里森。另一边的后藤也在寻找着买家，可金额实在太大，并且很多人都知道寺庙的房主曾说过永不出售那块土地，这让后藤有些犯难。可就在这天夜里，后藤在与一位名叫林桑的中介聊天时，林桑表示石阳会社最近损失了1块100亿的地皮，接下来可能会对光安寺感兴趣。可他们作为一家大型公司，基本不会和后藤这样的私人做生意，所以他可以帮忙寻找一家大公司作为中间人，去和石阳会社谈判。并且他与开发部部长青柳认识，明白他最近遭遇到的困境，所以一旦谈判成功，那么原本1年半载的审批，他有信心能压缩到3个月。而事成之后，自己只要3000万的报酬。后藤刚想拒绝，マイクホームズみたいなポットでの会社ははめるようにはいかないってことだよ。あんたらの仕事だろあれ。その高輪の土地、地主は本当に売りたがってるんですか？后藤将林桑的提议告诉了哈里森，哈里森觉得可行，他们可以在其中扮演川井的资产管理员，间接参与交易，事后将这一切的责任丢给出面谈判的公司。就在这时，栗子也带来了几个与川井长相相似的演员。有意培养拓海的哈里森让他来决定去留，可拓海只是看了一眼，便决定全部淘汰掉，只因他在这些人的脸上完全看不到身为住持的气质，这让哈里森对拓海更加满意。毕竟是100亿的案子，无论如何谨慎都不为过。无奈的栗子只得去继续物色新的人选。夜里，拓海再次来到牛郎店，就在这时，目标人物川井来到了这里。作为这里的常客，川井很快便开了一瓶又一瓶的香槟。可就在气氛火热之际，风看着一脸懵逼的拓海，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恶趣味。画面一转，拓海被带到了酒店里，无奈的他只得为了这场100亿骗局，牺牲了自己的色相，却没想拓海天赋异禀，今晚的表现远远超过了川井的预期。解决了战斗，风再次来到了那家偏僻的酒店。很快，3名少女在黄毛的带领下上了楼。就在这时，拓海却拿起手机。お疲れ様です。今入り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很快，3个小混混气势汹汹地闯入了酒店。打开房门的瞬间，风知道自己完蛋了。毕竟与未成年少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进去将缝纫机踩冒烟。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而他正是恢复了本来面貌的拓海。このことはどこにも漏らしませんから。その代わりにちょっと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して。另一边，林桑找到了一家名为阿比流的公司，他们实力强大，背后更是有着政客的支持。很快，后藤便与阿比流公司的代表谈妥了条件，而林桑也很快便收到了3000万的报酬。可还没等他高兴，3个不速之客冲进了他的办公室，接着用铁丝将他死死勒住，很快便没了呼吸。而幕后黑手哈里森此刻正淡定地注视着这一切。画面一转，陈夫通过调查得知，那份信件正是由拓海的父亲从监狱里寄来的。原来当年拓海的父亲曾经营着一家地产公司，却遭到了地面师的诈骗，瞬间破产的他实在无法接受现实，于是点燃了房子。拓海的妻儿与母亲都死在了这场火灾中，可他却侥幸活了下来。这些年一直在监狱中悔过，而将地面师介绍给父亲的人正是拓海。难道他潜伏在哈里森身边是为了上演一出复仇的戏码？眼前这个头发稀疏的女人，只要演一出戏便能得到500万的报酬，而她要饰演的正是一位坐拥100亿地皮的住持。趁着休息时间，栗子找到了女人，一番旁敲侧击下，这才得知对方名叫惠淑，因为丈夫出轨，所以早就离婚了。可2人却欠下了高达1000万的债务。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住院的费用早已将她压垮。栗子的表情虽然有些惋惜，但内心却是一阵狂喜。很快，她将惠淑的信息发给了哈里森。女人虽然看着憔悴，但眉宇间的气质与川井如出一辙。哈里森当即决定就让她来扮演川井。可就在这时，后藤看了一眼手机里的新闻，林桑的死顿时让他感到不寒而栗。另一边，警察也来到了林桑的家中，这里的痕迹早已被清理干净，显然凶手十分的专业。陈夫很快便意识到这起案件恐怕与地面师脱不开关系，
就在这时，他在日历上看到案发前一天的位置，标记了阿比留到访几个字。回到办公室的他立马便在网上搜索了起来，这才发现阿比留是一家东京本土的地产商，显然这就是哈里森的下一个目标。画面一转，青柳得知了阿比留公司将要出售光安寺的消息，顿时兴奋不已。在得知阿比留公司还有议员做背景，便让手下赶忙联系了对方。很快，双方便约定了5天后见面。青柳决定全力以赴，一定要将那块地拿下。不但亲自挑选了谈判人员，甚至还提前做好了规划方案。可他不知道的是，一场全日本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骗局正朝着他袭来。时间很快便来到了谈判的当天，陈夫率先来到了阿比留总部对面的咖啡厅里，等待着猎物的上门。没过多久，后藤与拓海便来到了这里，可他们并没有前往阿比留的总部，而是同样来到了咖啡厅里。原来拓海想要先亮一下对方，摆高姿态，从而在谈判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匠君もだんだんハリソンに似てきたな。面对拓海，后藤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演员与前客相继死于非命，这显然是哈里森的手段。他担心自己也会迎来兔死狗烹的结局，决定干完这票就退休。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陈夫听得一清二楚。没过多久，二人便走进了阿比留的总部。可就在这时，陈夫却接到了一通电话。お久しぶりです、下村さん。ハリソン山中です。原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哈里森的监视之下。陈夫瞬间意识到警队里出现了叛徒，可下一秒他就被套上垃圾袋，塞进了面包车里。与此同时，第一场谈判正式开始，可约定好出席的川井却没有来到现场。后藤赶忙解释，毕竟今天不一定能够讨论出结果，为了不耽误川井的时间，只有等价格谈妥，他才会出席。紧接着，拓海将伪造的身份信息与地契交给对方查验，确认无误后，拓海报价140亿，这大大的高出了青柳的预期，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可拓海要的就是尽量的拔高价格。最终，经过双方的博弈，价格来到了112亿。可就在这时，拓海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由于川井急需用钱，所以从签约到打款的时间要压缩到2周内。虽然这并不符合大公司的规定，但急于成交的青柳还是答应了拓海。可他也有一个条件，那便是尽快与井川见面，并且地点就在光安寺。显然他对眼前的卖家也产生了怀疑。画面一转，陈夫被带到了一处废弃的大楼，等待他的正是追捕多年的哈里森。哈里森拿出手机，里面正是自己妻儿的画面，接着便让他选择自我了断。あなたが飛び降りなければ、今すぐにご家族全員を殺して家を焼きます。面对家人的威胁，陈夫只得来到了阳台上，而哈里森甚至连遗书都为他准备好了。就在这时，陈夫的电话突然响起，哈里森下意识地接通了电话，里面传来了苍池的声音。紧接着，哈里森将手机从楼上丢下，将这一切都伪装成了自杀。女人白天是身价100亿的住持，可到了夜里，她却成了牛郎店里的 VIP。就在刚刚，店里的头牌突然邀请她前往冲绳过2人世界，虽然有些出乎意料，可毕竟缠人家的身子。在牛郎一番甜言蜜语的攻势下，井川很快便失去了抵抗。可他不知道的是，男人早就被拓海抓住了把柄。所谓的旅游不过是调虎离山之计，只需3天时间，价值100亿的土地就将易主。另一边，在青柳的违规操作下，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通过了公司内部的所有审批了。虽然身边的人都担心还没有确认地主的身份，可此时的青柳已经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出意料的，陈夫的死被定义为了自杀。原来他早已身患癌症，可苍池并不相信此事，他想要独自调查出事情的真相。而陈夫的妻子也在怀疑此事。遗书上的笔记虽然是丈夫的，可说话的方式却让他感到十分陌生。紧接着，妻子拿出一张名片，陈夫生前曾经交代过，如果他在探案途中意外死亡，那么就去找名片上的人。苍池很快便联系上了对方。昌治曾是一家娱乐报纸的狗仔，擅长收集情报。果然，没过多久，他便收集到了拓海的资料。原来欺骗他父亲的那位地面师名叫西谷，可不知惹上了什么麻烦，已经跑路到了马尼拉。他还调查到了拓海家人的墓地位置，并且明天就是他家人的忌日了。果不其然，第2天，拓海驱车来到了墓地。就在他痛苦地缅怀着自己的妻儿时，辻本匠さんですね。苍池亮明了自己警察的身份，接着便直接询问他是否参与了半年前那起9个亿的诈骗案。虽然拓海嘴上否认，可脸上慌乱的表情早已出卖了他。拓海想要驱车离开，可他却用身体拦在了车前，好在没有撞上。眼看拓海再次离去，苍池却打开了手机，原来他趁机在车上安装了定位装置。回到总部，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栗子只得开口告诉拓海，原来是演员的儿子突然去世，明天的签约仪式来不了了。
大家的努力瞬间付之东流，想要安稳退休的后藤当场便与栗子吵了起来。可就在这时，あなたが河合夏美のなりすま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は？そんなのできるわけない。できますよ。栗子对川井的信息倒背如流，长相也有8分相似，可他却坚决不愿剃掉自己的头发。就在这时，哈里森终于露出他凶狠的一面。殺す？あなたの悪い口癖です。第二天一早，井川便与牛郎踏上了冲绳的旅途，而栗子也开始了最后的排练。为了以防万一，栗子不但要记下寺庙相关的历史，甚至连所有佛像的背景也要倒背如流。可就在这时，拓海却突然接到了哈里森的电话。不知为何，刚刚抵达冲绳的井川就踏上了返回东京的飞机，预计1点左右就会抵达光安寺，而他们与青柳的约定时间是12点，也就是说，必须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身份验证。可井川为何会突然回来呢？画面一转，哈里森走进房间，眼前的男人正是许久未见的竹下。原来井川与牛郎刚到冲绳，他便假装是拓海派来接应的人员，将牛郎杀死在了厕所里，接着又递给井川一张返回东京的机票。原来随着帮助他们的演员与前客相继被害，他意识到处在团队边缘的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所以故意向哈里森提高了这次行动的报酬，却没想哈里森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显然从一开始，哈里森就没有准备向他支付报酬，所以才先下手为强，想要破坏这次的计划，然后除掉哈里森。可他没想到自己的行踪一直在对方的监视下。另一边，青柳带着手下来到了约定的酒店，开始了常规的身份验证。可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拓海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原来是在机场盯梢的小混混发现川井的飞机提前抵达了机场，无奈的拓海只得让他绑架川井。可就在说话的功夫，川井已经坐上了出租车，小混混赶忙跟了上去。酒店里初步的身份查验很快便完成了，众人朝着寺庙赶去。可就在这时，小混混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原来川井的车刚刚上了高速，时间还剩最后15分钟了。可就在这时，青柳却表示自己十分尊重信仰，所以想亲自前往寺庙里参拜一番。突然，一辆出租车朝着寺庙驶来，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进入主殿，青柳带着手下参拜了一番。可就在这时，他却拿出了一封信件，而寄件人正是川井，上面写着他自己并无出售的意愿，所有交易都是假的。就在栗子六神无主之际，后藤强装镇定地表示这封信是假的，不过是同行的恶意竞争罢了。眼看青柳不为所动，后藤想要施加压力。就在气氛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时，栗子却突然低声啜泣了起来。嘘をついておりました。あちらは重要文化財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ちらへ。众人跟随栗子来到了一旁的暗室，原来这里还存放着5尊古朴的佛像。栗子解释道，这5尊佛像才是光安寺最有价值的文物。接着便如数家珍地诉说了5尊佛像的由来。幸好栗子在酒店里提前背下了这些话术。先祖代々守り続けてきた私たちの土地を譲る大切なお方と思ってお見せしました。知りませんこんなもの。看着栗子声泪俱下的样子，青柳早已被吊成了翘嘴。此刻的他终于彻底相信了栗子的身份。见状，栗子赶忙示意拓海将人带走。果然，就在青柳带着手下离开之际，载着川井的出租车也在此刻赶到。见状，拓海与后藤赶忙将大门关上。终于，这场价值100亿的大戏落下了帷幕。青柳很快便将支票奉上。可回到家中的拓海却没有丝毫的开心，因为他看到了牛郎的新闻，也猜到了许久未见的竹下恐怕也已经死在了哈里森的手上。可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苍智根据定位一路尾随到了这里，而他带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他通过苍智找到了曾经骗取拓海父亲的地面师，而他正是哈里森的麾下，并且他会在任务完成后干掉所有同伴，甚至还要拍下过程。ハリソンは最初から辻本さん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て地面師になることを誘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辻本さんの家族をめちゃくちゃにしたのはハリソンなんです。苍智留下照片与名片便离开了这里。拓海看着照片上那个令自己万劫不复的人与哈里森的合照，终于醒悟了过来。1周后，光安寺地块终于东窗事发。不敢相信这一切的青柳浑浑噩噩地走到路中间，却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到，当场身亡。深夜，拓海找到了哈里森，而这回他不再虚以委蛇，直接掏出了那张合照。见状，哈里森还想狡辩，毕竟他妻儿的死并不是自己干的，而且两人的初次相遇，他便从拓海的眼神中感觉到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继承人。可血海深仇怎么会3言2语就能化解？拓海显然是有备而来。
哈里森彻底慌了，可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死于话多。原来小混混也一直想要成为地面师，而杀死拓海就是他的投名状。可下一秒，なるほど、よくできていますね。哈里森将枪口对准拓海，却发现已经没有子弹了。二人默契地朝着小混混留下的匕首冲去。经过一番争夺，年轻力壮的拓海还是占据了上风，可哈里森却不讲武德。终于，失血过多的拓海还是倒了下去。就在这危急时刻，大势已去的哈里森还想负隅顽抗，却被苍池一脚踢翻在地。可突然，哈里斯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枚手雷，朝着拓海丢去。不知过了多久，拓海终于从医院中醒来。经过此事的他也终于放下了仇恨，准备前去自首，揭露哈里森与自己的所有罪行。可狡猾的哈里森真的能被抓到吗？